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两个人物，Charlie Kirk 跟于朦胧。他们虽然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但是呢，两个人都是30几岁的青年才俊，而且几乎是前后脚相继离世还有呢，他们离世的原因都非常的惊人，非常的离奇，所以呢，也都引发许多人们的追思悼念。但是我认为他们有一个更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呢，他们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揭穿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邪恶与危害。所以今天的节目要告诉您3件事情。第一，于朦胧含冤离世，曝光中共统治的凶险与危害。第二， Charlie Kirk 生前揭露中共夺权3部曲。第三，于朦胧案对中共4中全会的宫廷权力斗争带来冲击吗？不过呢，现在先请您帮我个忙，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选择所有通知，这样呢就能收到我们的新节目通知了。于朦胧命案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天，那目前大批的网友们还在紧锣密鼓的挖掘真相，但是中共官方呢却依然是铺天盖地的封杀相关言论删除留言。而当初发掘于朦胧的台湾演艺圈大佬孙德荣这2天也公开的表示，于朦胧跟他托梦喊冤，疑似是为了搜集洗钱的证据而遇害。他没有赚那么多钱，但是他的工作室的存款有那么多钱，所以他觉得这是不义之财。他告诉我经过，他没办法通过阴阳两地给我证据。那孙德荣的说法不但跟现在海内外网友们的推测是相当的吻合的。那巧的是呢，有一名台湾的通灵师沈荣，他也说，他跟于朦胧通灵之后发现于朦胧说他不是轻生，而是被陷害和受虐。当然了，对于那些在中共无神论统治底下生活的朋友们对于托梦跟通灵可能会比较无法理解但是呢，在传统社会里头呢，这种托梦申冤或者通灵申冤的故事可是非常多见的。比方说，著名的包公故事《乌盆记》就是托梦申冤的经典之一。好，总之呢，不管是网友们的抽丝剥茧调查也好，还是托梦通灵也好，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件事：于朦胧是含冤离世。那于朦胧案呢是个冤案，但是中共当局不但不愿深入调查，反而还草草的在12个小时之内就结案了，声称是意外坠楼身亡，还传出有政府单位下令对这个案件要不予关注、不予讨论，快速解决。那这是不是冤上加冤呢？肯定是那为什么于朦胧会遇上这么窦娥的冤屈呢？是于朦胧自己命不好吗？不是的，在我看来呢，于朦胧的冤案是来自整体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体制问题。于朦胧的冤呢，揭穿了中共统治对人民的危害。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在历史上被共产党统治的社会都有哪些特征？第一，高压统治和思想控制；第二，权力高度集中，少数权贵垄断社会权力与财富；第三，没有公平选举，人民无法监督权力；第四，高度控制媒体，严密审查言论；第五，党大于法，没有公正的法治，有关系就没关系；第六，人民如草芥，饱受权贵的欺凌和剥削。好，这6大特征是不是完全符合了任何的共产党政权呢？包括今天的中国社会呢？那大家想一想于朦胧的遭遇是不是也都跟这6大特征有关呢？你看，少数权贵垄断了社会权力跟财富，所以呢，他们可以滥用权势来潜规则艺人，还可以利用艺人的公司名义来做非法的洗钱勾当。而当东窗事发之后，因为人治大于法治嘛，所以没有人敢去法办那些涉案的嫌疑人，反而是草草的结案赶紧把遗体给火化掉，想要息事宁人。再来呢，因为共产党统治会高压的控制人民，管控舆论，所以即便官方说明了案情，但是呢也没有人相信，反而是继续的在网络上追查真相。那结果呢，当局就进一步的整肃网络言论2个月，而且呢还特意抓了几个所谓的造谣者，想要借此让所有人都闭嘴封口。
而且就连平时直率敢言的向太陈岚呢，对这起案件都不敢吱声。那这是不是对应的共产党高度控制媒体、严密审查言论呢？而且这次言论封锁的力度之大，下令封锁的官位层级之高恐怕是前所未见的。那简单说呢，我认为于朦胧的冤案从根本上曝光了中共政权是一个全本位、官本位的集权体制。那这个体制呢，是去人性、去法治和去民主的。而且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呢，往往会造成一种阶层固化的社会。那阶层分明，层层的向下压迫，而且几乎是很难上下流动的。所以中共的统治呢，本质上就是一种再封建化的文明倒退。因此，那些少数权贵们就敢于滥用权力作威作福了。因为他们可以在党的庇荫之下呢，只手遮天，几乎没什么人可以追究他们。那么生活在这个体制的老百姓呢，往往就只能含冤满腹了。所以我们知道于朦胧不是个案，已经有好几位艺人都疑似被潜规则而离奇的死亡，但都是被官方草草的结案，至今没有真相。那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重点如果真的要让于朦胧案沉冤得雪，要让这类悲剧不再重演，那就只有一条路，就是设法去冲撞和瓦解这个祸害人民的中国共产党。Charlie Kirk 在9月10号遭到枪击遇害，享年31岁。那他生前不遗余力地揭露左派，也就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和洗脑灌输。同时他也多次的批评和揭露中国共产党的渗透颠覆与国际威胁。像2022年，他接受新唐人电视台专访的时候，就曾经直言，中国共产党是西方的最大敌人。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biggest enemy of America, period, hard stop. And so you've also spoken before how there's kind of been a shift in America'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how maybe back in the day you were seen as fringe for almost bringing that up, but now you're getting applause. So why do you think there is that shift? Well, I think people are feeling the impact. I mean, look no further than the virus. The virus that was manufactured in a laboratory and released either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on the world, where we locked ourselves down and destroyed our currency and completely destroyed our civilization. That's going to go down as 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n human history, all because of China. Building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cking our cyber grid, buying up our farmland, attacking us in more ways than on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n enemy of America. It's an enemy of freedom. It's the enemy of the West. And I think Americans are starting to wake up and realize that. 而且刚好就在1年前Kirk 曾经发文揭露共产党是怎么样发动革命来夺权的。他说有3个步骤：第一，承诺提供免费的东西；第二，把枪收走；第三审查消灭不同意见的声音。我知道 Kirk 的说法可能跟我们了解的历史实况有些差距，毕竟他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嘛，所以对中共夺权的细节可能掌握的不是那么的准确。但是他说的这些确实也是中共干过的，对不对？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先谎言欺骗，那接着夺取枪杆子，最后再消灭反动派和思想改造。而且Kirk 生前很多次很准确的预言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共才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和敌人，比俄罗斯的威胁还要大。为什么呢？我总结了一下他过去的说法至少有4个理由。第一中共有国际侵略的野心，想要扩张领土，所以中共不断的在南海、台海还有中印边界这些地方蠢蠢欲动。第二中共不断的扩张军事武力，为战争铺路。那 Kirk 就强调如果用棒球术语来比喻呢，那中共的93大阅兵就是对美国投了一记净身球来恐吓美方。那第三中共是比冷战对手更难应付的对手，因为苏联它坚持的政治意识形态，它不发展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就穷垮了。但中共根本不讲原则，什么能赚钱就搞什么，用赚钱来迷惑世界各国对它妥协，被它摆布。那最后一个理由呢，就是中共跟俄罗斯组成了一个超级威权联盟，彼此来掩护，可能会进一步的对台湾发动威胁。那你看Kirk 说的这些观点是不是一针见血呢？因此我认为从某种程度来说
Kirk 跟于朦胧两个人啊，都用生命揭穿了共产党与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危害。于朦胧用他的生命说明了活在共产党统治底下，人民是那么的渺小脆弱，任人宰割，那整个社会是那么的不公不义，也说明了共产党对人心道德的败坏程度。而 Kirk 的牺牲呢，说明了共产主义不仅对那些活在共产党统治的人民有害，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与人民呢，都是一样有害的，都会带来极权主义的洗脑、恐怖主义的暴力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那也因为这样啊，Kirk 跟于朦胧呢，他们的牺牲啊，在东西方都引发了巨大的回响与反思啊。因为呢，他们用生命让全世界看到了左派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啊，没办法保障人们天生就具有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反而还践踏剥夺这些权利。同时呢，他们也让全世界看到了，无论是西方左派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所作所为啊，都在触怒着我们的人性、良知与善念，那就是不可接受的。好，众所瞩目的中共四中全会啊，终于官方宣布了，要在10月20号到23号召开了。那这次四中全会，名义上是讨论中共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要通过“15+5”的规划呢，来为未来5年的经济路线做定调。但实际上，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中共高层权力博弈的结果，包括了习近平本人到底会不会交权，或者分权，或者是退位呢？那我个人认为啊，从目前种种迹象来看啊，要习近平公开退位，也就是交出政权、军权跟党权，不保留任何职务啊，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毕竟呢，这次四中全会的新闻稿还在吹捧着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完成了2大奇迹，还说呢“15+5”计划呢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那从这些字里行间来研判呢，我认为习近平是不太可能会在四中全会退位退权。但是呢，中共高层之间的博弈较量是存在的，可能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权力分派，或者是人事接班的布局会出现，也就是习的3位一体啊，可能会让出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的其中1个或2个职位。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习近平2018年修改宪法，就是为了让自己当终身的皇帝，所以他是想当终身皇帝的。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除了有传得沸沸扬扬的宫廷内斗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习近平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行了。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习最近经常是先隐身1-2周，然后呢再出现个1-2天，然后所有的公开活动都集中在这2天里面，接着呢就再消失1-2周。为什么这样呢？很可能是他在接受重症治疗，所以要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的做，做完了再抽时间出来打卡亮相，营造他是一切无恙。那从这角度看呢，也就可以说明了为什么习近平自己不飞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顺便跟川普见个面，反而是派李强出席，因为他需要密集就医，不能出远门，不然就会穿帮了。而且我们看习前几天到新疆露面的画面，可以发现他走路不太正常，身体呢是走得有点吃力而且呢他脸上几乎没什么表情。但是这种面无表情呢，又不是那种装酷摆架子的霸气，反而是更像是健康不佳的无力与无奈。那不管是什么原因我想习的健康状况绝对是他掌权的最大挑战。所以这次的四中全会，我们可以特别的聚焦在蔡奇身上。如果习真的想交出部分权力，或者是安排接班人，他就需要有人可以保障他跟家族的安全。而蔡奇呢，是他最重要的亲信，所以蔡奇势必会被授予更大的权力和官位。那这样呢，就意味着习会逐渐的下台。那如果习不愿意交权或者分权，那么他就更需要蔡奇在他身边跑腿，因为呢，他只信得过蔡奇，所以才会身边总是带着蔡奇到处跑，而蔡奇也总是像个毕恭毕敬的小弟一样。但这样一来呢，于朦胧的命案就会更难以水落石出了，因为外界一直推测涉案的17人名单里头，新奇或者是演员蔡以嘉
很可能呢是蔡奇的私生子，所以才会让北京公安这么快的草草结案，那网络上还全面的封杀删帖。因为蔡奇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以前还是北京市委书记和国安会副主任，也就是北京的一把手，也是网络审查的大佬，所以呢才有这个能力火速的摆平一切。因此呢，如果4中全会上习近平不退位退权，或者习近平分出了部分的权力，但是蔡奇也升官了，那就意味着习近平同意压下于朦胧的案子，力保蔡奇在他身边继续当他的左膀右臂，同时呢保护他。从这一点来看于朦胧的案情呢就会比较悲观了。但是呢，距离4中全会还有20天左右，那我相信中共高层的博弈斗争还在持续着。所以反习派人马会不会再用这个案件，或者拿出其他新案件来追打蔡奇，逼宫习近平呢？我想还很难说。毕竟呢，现在于朦胧案已经上升到国际的高度了，那东西方媒体都在关注，还有网友呢发起了国际联署，要为于朦胧来申冤。所以在这个名气可用之际中共高层内部会不会再爆发新的斗争火花呢？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好，那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